公子，你醒了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妖魔鬼怪，快离开！小生可是圣人门徒，一身浩然正气，你莫要过来！大汉第3年，一子而食，人逼急了，比野兽还餓。我读了20年圣贤書，如今只想活下去。读了一辈子書，终究做不成畜生。这片金疮药在黑市能换2斗醋饭，在这人吃人的年头，我是在拿自己的命救一只畜生。滚！往神卷山里跑！现在的人是会吃你的。公子莫怕，我不是伤人的妖怪。恩公，3天前你在后山救了我，我是那只白狐。你等！是狐仙。我名灵一，承蒙公子救命之恩，今日前来報答。那碗白米飯是我这輩子吃過最香的東西。吃飽喝足後，我正襟危坐，看着眼前正在熟練地收拾碗筷的狐仙姑娘。姑娘，救命之恩不足掛齒，飯也吃了，你快回深山去吧。神仙種因果，恩公救我一命，靈一無以為報，唯有以身相許。不可，這絕對不可！我蘇義家徒四壁，連口稀粥都喝不上，連村裡的寡婦都不願嫁我。姑娘，你仙姿玉貌，莫要被我連累了。我是個窮書生，但我有自知之明，自己都快餓死了，哪有資格娶妻？更別說還是個美若天仙的狐仙子。別人嫌你窮，我不嫌。你心善，品德比誰都好，錢財糧食，我有法術，我們可以一起掙。蘇義，你可願娶我？在這個連人吃人都能發生的絕望荒年，竟有這樣一個女子，全心全意地奔我而來。好，但我蘇某對天發誓，此生一生一世一雙人，只要我有半口吃的，絕不讓你餓着。沒有紅燭，沒有賓客，就在這破敗的茅草屋裡，我和一隻狐仙拜了天地，成了結髮夫妻。消息不知怎麼傳了出去，整個村都炸鍋了，所有人都跑來看熱鬧，院子被圍得水泄不通。蘇秀才要成親了，還是個天仙，憑什麼？村民們都酸了，尤其村裡幾個光棍眼睛都紅了。姑娘，你怎麼看上蘇義的？因為他是天下最好的人。全場安靜，我老臉一紅，差點找個地縫鑽進去。隨後，整個村子更酸了。成親後的日子就像做夢一樣，靈犀法力恢復了一些，偶爾能變出一點糧食，勉強夠我們夫妻倆果腹。可是外面的災情越來越嚴重了，村裡每天都有人餓死，甚至出現了一子而食的慘狀，靈犀的法力也快耗盡了。無不生有這種仙術，太耗放元神。夫君，這樣下去不是辦法，饑荒蔓延全國，靠我變出的一點米粒養不活你。娘子，大不了我們同生共死。瞎說什麼呢？我狐族有一門禁術，名喚乾坤挪移，可連接古今，穿梭異界，那裡物資充沛，沒有饑荒。夫君，
你替我去那個世界尋些活路回來吧。娘子，這太危險了！你夫君，速去速回！这是何处险境？放開我！你們知道我是誰嗎？江大小姐，怪就怪你爹得罪了人，得罪了咱们王少，乖乖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朗朗乾坤，天子脚下，尔等竟敢手持凶器，欺凌弱女子，还不快快住手，退下！哪儿来的神经病，玩 cosplay 呢？赶緊滾，別多管閒事！子曰：“見義不為，無勇也。”今日這閒事，小生管定了。君子六一之，射！哎呦我操！不必行此大禮。這小子有暗器，一起上，弄死他！姑娘，得罪了，隨小生快走。雖然沒有馬，但這結構倒像是某種腳踏的木牛流馬。君子六一之，御！姑娘，快坐到後面來，小生得罪了。駕！媽的，這傳漢服的騎車怎麼這麼快？沃爾特附體了嗎？這個滿口自約的奇怪男人好像有點帥。姑娘莫怕，有小生在。天啊，這是何等可怕的金屬怪獸，竟能在腹中吞死活人！姑娘退後，待小生射下這兩隻頭獸的眼睛，你趁亂逃走。蘇毅是吧？你到底是從哪一組跑出來的呀？那不是怪獸，叫汽車，是用發動機驅動的交通工具。汽車沒有馬，不用餵草，竟然一日能行千里。這異界，難道遍地都是魯班在世？蘇毅，今天多虧了你，為了報答你的救命之恩，你要多少錢，或者有什麼條件？小生舉手之勞，無足掛齒。儘管提。先生幾位？姑娘，在下想討些吃食。先生真幽默。哦，對。妙哉，竟比酸梅糖還神奇。先生，一共68元。先生，您這是銀兩，這些應該夠了。這演員太入戲了，銀兩都拿出來了。哥們兒，直播號多少？直播號？莫非是字號？這裡的人真是奇怪。離開餐廳後，我繼續尋找回去的方法，可惜毫無頭緒。啊！法器，這是何等法器？妖怪！孽畜，震！啊，果然有效。你在幹什麼？姑娘莫怕，妖物已被在下鎮壓。我站在原地，完全不知道他們在笑什麼。我明明救了大家，
為何這些人如此開心？自從我用符紙鎮壓妖物的事情傳開後，我發現看我的人越來越多了。無論走到哪裡，總有人舉着一個小方塊對着我。後來我才知道那東西叫手機。更離譜的是，還有人專門跟着我，一邊拍一邊笑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難道此地百姓如此熱愛記錄生活？當天晚上，我坐在廣場長椅上，一位年輕人興奮地跑了過來：“哥們兒，你火了！失火了？哪裡失火了？不是那個火，你上熱搜了。多謝告知。自己看，屏幕裡竟然是我，而且還是我貼符鎮壓掃地机器人的畫面，下面還有無數評論。我認真閱讀起來，一眼假，劇本痕跡太重了吧？又是炒作的，嘿嘿，裝瘋賣傻博流量。我皺起眉頭，這些人為何如此刻薄？明明未曾謀面，卻惡語相向。他們為何辱罵於我？網絡噴子唄，網上什麼人都有。我明白了，他們只是缺乏教化啊！我接過手機，認真開始回復。朋友，出口傷人，若心中有怨，當修身養性。結果第二天我更火了，全網都在轉發，而我對此毫不知情。我们忙了起来，因為噴子越來越多。當然，在我看來，他們只是迷途之人，需要引導。與此同時，我的粉絲竟越來越多，街上甚至有人認出了我。蘇先生，能不能給我簽個名？簽名就是寫字，這個我擅長。於是我大筆一揮，寫下4個字：好學上進。那姑娘激動得滿臉通紅，抱着紙跑了。我十分欣慰，年輕人果然還是熱愛學習的。然而我不知道的是，當天晚上這幅字被掛到了網上拍賣，賣了3萬塊。後來我得知此事，震驚了很久。3萬，就這4個字，現代人讀書成本這麼高嗎？蘇哥，你粉絲破100萬了！什麼是粉絲？喜歡你的人竟有100萬人喜愛聖賢之道，算是吧。隨後他給我看了數據，無數人模仿我的說話方式，無數人開始背《論語》，甚至還有學校邀請我去講課。我震驚不已，聖賢之學竟在此地沒落至此，還需要我來傳播。作為讀書人，義不容辭。於是我接受邀請，站上講台，面對數百名學生。諸位，今日講學先從做人開始。台下原本嘻嘻哈哈，很快安靜下來，因為我講的極認真也極投入。一堂課結束，掌聲雷動，許多人眼眶發紅。我有些疑惑，因為只是講些最基礎的道理，大家為何反應如此大？後來我才明白，在這個快奏時代，很多人其實很久沒認真聽過這些東西了，而我恰好成了一股另類的風。我原以為來到這個世界後，最大的麻煩是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後來我發現，在現代社會，最大麻煩是我沒有身份。身份證呢？我總能一直住公園長逸，想找處住所，於是跟着中介去了幾處房子，沒有銀行卡、社保，沒有。何謂社保？中介沉默了，我也沉默了。10分鐘後，我被客客氣氣請了出去，理由是我是個來歷不明的人。回到街上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什麼叫寸步難行。沒有身份，就像沒有路紙。可偏偏這個時代什麼都需要身份，吃飯要掃碼，坐車要掃碼，買東西要掃碼，而我連碼是什麼都不知道。當天晚上，江巧兒來找我時，發現我正坐在公園裡發呆。你怎麼在這兒？無家可歸。蘇毅，你不會真沒身份證吧？自然沒有，我都說了，我來自大梁國。走吧，先住我那兒。男女授受不親。你住客房，我住主臥，誰跟你住一屋了？我老臉一紅，最終還是答應下來。沒辦法，再堅持下去我就要露宿街頭了。走吧。江总好，江总好。通知各部门总监，10分鐘後開緊急會議。這個項目的細節，我稍後會親自過目。姑娘手段通天，現在知道我厲害了。巾幗不讓須眉。蘇毅，如果你真來自古代，你最值錢的東西是什麼？這個。你等等。這東西哪兒來的？家傳之寶，至少600年以上，而且工藝極其特殊，市面上從未見過，保存狀態近乎完美。100萬，100萬兩？什麼兩？不可思議，太完美了，簡直像剛從那個時代拿出來的一樣。蘇先生，還有類似的東西嗎？有一些。多少？幾十件。家裡櫃子裡還有不少。
這是手機銀行，這是轉賬，這是付款碼。若有人偷走這些數字怎麼辦？你安心吧，偷不走的。娘子，是你吗？铁鳥飛天，千里傳傳音，会跑的鐵盒子。世间竟有如此方便的食物，故名方便面。好吃。苏秀才，今年怕是熬不过去了。苏秀才，这是啥？粮食，粮食。这是面，怎么这么香？终于有吃的了！苏秀才是活菩萨呀！使不得，快起来！我只是昨夜机缘巧合，在后山遇上了一位南阳来的富商，他心善，施舍了这批救济粮。见过菩萨，苏菩萨早！方便面大仙来了！不要乱叫，小生只是寻常读书人。夫君，你成神了！荒唐，實在荒唐。蘇毅，聽聞你棄文從商了，從商如何？士農商商，商賈最末，讀書人豈能與銅臭為伍？有辱斯文，敗壞門風，簡直丟盡讀書人的臉。諸位，敢問百姓無糧食，你們在做什麼？自然是在讀書。百姓快餓死時，你們又在做什麼？讀書。如今百姓靠商貨活命，你們卻來指責商人。若商不能救國，為何鹽鐵能養軍？若商不能濟民，為何糧食能活人？孔孟之道從不是空談，而是讓天下人活得更好。貨流流轉，可使百姓接力。農夫種糧，工匠制藝，商人運輸，缺一不可。照你所說，商人與世同貴？不是同貴，而是各有其貴。天下從來不是一個人的天下，而是所有人的天下。夫君，遺憾嗎？讀書是為了明理，明理是為了做事。若能讓更多人吃飽飯，比考中狀元更有意義。掌櫃的，當東西。這通透度，這純淨的光澤，竟然沒有一絲雜質，絕世琉璃，這是只存在於傳說中的絕世琉璃呀！掌櫃的識貨，給個實稱價吧。50兩，50兩黃金，外加500兩白銀。蘇公子，這已是小店的極限了。成交。蘇毅，你這幾天跑哪兒去了？我還以為你失蹤了呢。江姑娘，一言難盡，小生想請你幫個忙。沒問題。先住我這兒吧，很安全。
覺得有點冷，一個人睡不着，能不能去我房間坐坐？啊，江姑娘，深夜來訪，於理不合。苏毅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住手！江姑娘，把手伸出来。啊，伸什么手？伸出来！你打我！你居然打我手法！唉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这异界的女子挨了打，竟还如此開心，莫非腦子有疾？小子，找你幾天了？原來躲在江大小姐的別墅裡吃軟飯。今天王少發話了，打斷你2條腿，看你還怎麼英雄救美。子曰：“君子不助則不威。”什麼狗屁玩意兒！死到臨頭還念經。孔聖人的意思是，君子打人如果不下重手，就樹立不了威信。來，下一位。小生今日就用這本詞典教教爾等，什麼叫以理服人。蘇毅，這位是國內最大的 MCN 機構老闆張總，你現在全網爆火，張總是來簽你的。啊，蘇先生，你的國學哥人設太完美了！只要你跟我簽合同，配合我們搞直播帶貨，底薪1000萬，利潤55分成，保證你1年就在湯臣旭上買房。有了這筆錢，什麼樣的名美女你找不到？不妥，糟糠之妻不可棄，吾已有家室，且與吾妻立下一生一世一雙人的誓言，別說1000萬，就是金山銀山也休想亂我道心。小生還要研習種田技術，不送。我要再跳進這個美劇。夫君，你這次怎麼沒帶方便麵，反而帶了些奇形怪狀的土塊？娘子，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，光靠我在外界搬運吃食，救得了一時，救不了一世。這是我在異界尋得的仙種，名為抗旱高產紅薯，某產可達數千斤。數千斤？夫君莫不是在說夢話？不僅如此，這是異界的仙家法寶，名為化肥，只要撒在地裡，莊稼就能瘋長。明日我就去把村口那1000畝荒地全還買下來，果要讓大梁國再無積鹼。夫君胸懷天下，靈犀願誓死追隨。蘇秀才，不好了！县太爺帶着衙役，還有城裡的幾個大儒，把咱們倉庫給圍了。傷風敗俗，離經叛道，老夫種了一輩子地，從未見過這種灰白色的粉末，這定是妖法催生的毒物。縣尊大人，此子動用奇技淫巧，蠱惑鄉民，若吃了他種出的妖物，必遭天譴啊！蘇毅，本官懷疑你使用妖符。來人吶，把這妖人的倉庫給我燒了，以正視聽。慢着！縣尊大人，張老先生，你們誤會了，草民用的絕非妖法，而是托人在南陽買來的一些西洋物件。既然大人覺得不妥，草民願意上交一件南陽至寶，以證清白。哦，什麼至寶？回大人，此物名為西洋細盒，不需請細班子，裡面就能裝下千軍萬馬、飛禽獸。簡直是一派胡言！縣尊大人，此子滿嘴謊言，分明是在戲弄本官。蘇毅，你若拿不出證據，本官今日就拿你問罪。來人，把這破盒子給本官砸了！哎呀，我的眼睛！妖光，這是妖光！保護大人！
裡封印了貓妖和鼠妖。苏叶，你竟敢召喚妖孽！大人莫慌，这不是妖怪，这是西洋的皮影戏啊。哎呦喂，这猫怎的如此愚笨，被一只耗子耍得团团转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苏叶，后来呢？那个猫明日到底能不能抓住那只耗子？大人，今日这细河没法力了，只能看这麼多。本官不管，明日申时，本官還會再來。若是不放着貓鼠大戰，官就抄了你的家。蘇小友，老夫明日帶2隻燒雞來，給我留個靠前的位置啊。蘇仙人，快開那個細河！原來打雷閃電並非雷神發怒，而是陰陽雲去星機。蘇小友，你這細河裡的學問深不可測啊！夫君，你這幾日總在說那異界如何繁華，有鐵甲車，有琉璃燈，還有能在鐵盒子裡飛上天的法陣。妾身也想去看看。不可！那異界雖好，但規矩極多。你若變出尾巴，或者不小心施了法術，會被他們當作異類抓起來切片研究的。那妾身不去了。娘子，夫君，這裡好亮堂。蘇葉，你又大早自言自語什麼呢？娘子，快躲起來！蘇葉，你跑那麼快幹嘛？見鬼啦！沒什麼，小生去院子裡活動一下筋骨。怎麼了？我在小區的人工湖邊撿到了一隻絕品喪女人。天哪，她太漂亮了，沒有一根雜毛，眼睛像會說話一樣，她好乖，還會自己爬上我的車。薩摩耶，就是一種白色的狗，你快回來幫我看看怎麼給它洗澡。蘇葉，你回來了，快看它多可愛！我已經給它起好名字了，叫雪球。娘子，你在幹什麼？夫君，這個凡人女子的手法真不錯，比你在古代給我抓背舒服多了。管家，去買最好的寵物羽翼，還有今晚讓米其林廚師空運一份 A5級和牛過來，切成小塊做5分熟。雪球這麼瘦，我要給它補補。馬上聯繫愛馬仕，給我定制一個真皮狗窩。娘子，你該回去了。古代還有幾百畝紅薯等着澆水啊！你在這兒，若是被人發現端倪，會有山之禍的。夫君，那個叫動畫片的東西真好看。你先回去澆地吧，妾身在這兒再待2天，等吃完了冰箱裡那半塊和牛就回去。我明日再來接你，若是再不走，我就扣你的口糧。喂，蘇葉，有事嗎？江姑娘，你帶雪球去哪兒了？哦，我這2天休假，帶雪球來馬爾代夫啦。你不知道，雪球太聰明了，它竟然會戴墨鏡，簡直是全海灘最靚的仔。江姑娘，那狗認生，你把它帶回來。認什麼生呀？它現正躺在沙灘椅上喝椰子汁呢。不說了，我要帶它去寵物 SPA 了，拜拜。傳音陣，娘子，速速歸來！家
夫君，莫急，野豬拱了红薯，你便把野猪烤了吃嘛。娘子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夫君，你再顶几天。这个姓姜的凡人女子不仅给我找了4个专业的按摩技师，明日还要带我去坐那叫游艇的大船。这异界的待遇，简直比我在秦丘当太后还要快活。等我度完假回去再给你洗衣做飯哦。这叫椰子汁的東西真甜。江姑娘，此犬生性顽劣，恐傷了姑娘千金之軀，還是交由小生來照料吧。快配合，沒是我。蘇葉，你別胡說，雪球才不傷人呢。不過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它的話，我們可以一起養它呀。一起養？對呀，就當是我們共同撫養的孩子。娘子，你清醒一點！你是一隻有900年道行的狐仙啊，怎麼能為了幾塊和牛肉就甘心被凡人當小狗狗養呢？夫君，你若是也能給我買這麼大顆的鑽石，我這就隨你回去。娘子，這是糖衣炮彈，是資本的腐蝕，而且你就不怕這江姑娘發現你的真面目，把你送去解剖室？解剖室？夫君說的對，這凡人女子的愛太過沉重。罷了，等今晚她睡着，我便隨你回古代去。夫君，我回來了。還是夫君身邊安息，最安息。那些異界的東西再好，終究不是我們的家。千秋，求求你崽兒！江姑娘，緣聚緣散，強求不得。那犬或許是去尋找它的歸宿了。蘇葉，我只有你了。你不能再離開我了，江姑娘，請自重，小生已有家室。日作清心咒，清心寡入。我不管，我就要抱着你。蘇仙人，今日的動畫片怎的還不放？長老，這細盒壞了，需要修。要想修好它，必須懂得電和力學的原理。數理化。從今日起，想看大貓和小鼠大夾局的，必須先通過我的物理考試。這是什麼奇門學問？不管了，為了看那隻貓，老夫拼了！物體在沒有受到外力作用時，總保持垠速直線運動狀態或靜止狀態。蘇葉，你老實告訴我，你那些古董到底是從哪裡來的？拍賣行的首席鑑定專家說，這些瓷器的款印、工藝絕對是真品無疑。但是，碳14檢測結果顯示，這批瓷器的形成時間不超過3年。這意味着什麼？這意味着，要麼你是個擁有足以騙過全世界的造假機器的超級造假犯，要麼這批古董是剛剛從古代的窯裡燒出來，直接送到我手上的。蘇葉，你到底藏着什麼秘密？江姑娘，你聽我解釋，小生祖上有些燒瓷的，有些失傳壇的手藝，這碗確實是前幾年剛燒出來的贗品。真的只是贗品？陣法
開。苏一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外星人还是妖怪？江姑娘，既然你已经看到了，想知道真相的话，就跟我来吧。我倒要看看你每天神秘消失到底去了哪里。嘶，好疼！这是哪个醒世场？群演好敬业啊！这不是醒世城，这里是大梁国徽州州府苏家村，也就是你们历史書上所说的古代。穿越！你每天都在穿越时空！天哪，苏叶，你竟然是个时空旅行者！我知道你不是一般人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啊，这位是……我叫灵一，是苏毅的结发妻子。妻子？就算你是他妻子又怎样？在现代，你们又没有领结生证，我还有机会。江姑娘，你莫要心了，小生感激你的多次相助。你好，我是江巧儿。灵一，你和苏毅什么时候成亲的？很早。感情好吗？很好。吵过架吗？没有。夫君从不惹我生气。那挺好。不过苏毅在现代这段时间都是我照顧的，辛苦江姑娘了。不辛苦，應該的。我去燒水。坐下。苏毅，你知不知道这多少人口，有多少无主的矿产？大梁疆域辽阔，人口数千万。至于矿产，小生不知。发财了！苏毅，你真的是个暴殄天物的笨蛋！你拥有一个可以穿梭古今的任意门，你居然只拿来倒卖大米和化肥！你知不知道這是一個多大的藍市場？這裡遍地都是黃金。兒女情長算什麼？談戀愛哪有搞錢爽？蘇毅，我要做你的合夥人，你這裡的絲綢、瓷器、古董，我全包了。我在現代幫你洗白拍賣，而我會給你源源不斷地提供現代的基建設備、高科技產品，甚至是先進的工業圖紙。我們聯手把這個大梁國打造成我們最龐大的商業帝國，利潤55分成。好，江總。糧食夠，買；工具缺少，買；藥材不足，買。這些都能帶過去？當然，既然要做，就做大的。江姑娘好厲害！真能行？能行。有水了，真的有水，神蹟啊！苏先生，此舉活民無數，本官代恢復百姓謝你。我想看看封面菩薩的真容。蘇先生，如今百姓漸富，可讀書人還是太少。我想辦學堂，人才培養計劃。荒唐！離經叛道，豈有讀書人學種田的道理？
是神迹降臨啊！所謂神迹，其實是人學會了掌握科學的方法。蘇先生，您救了我們全家。只能當银子，誰信啊？亲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你把银行提前了几百年。是嗎？你相当厲害。散尽加强吧，留給後代吧。後代若有本事，自會去掙；若沒本事，留再多也守不住。江姑娘越来越像土粉。九尾天雷劫提前到了，这雷劫威力極大，方圓10里寸草不生。我必須立刻進深山，否則會連累村子。娘子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可！凡人觸碰天劫，將會瞬間灰飛煙滅。夫君，你若念我，便年年來我墳前祭拜吧。江巧兒，救命啊！江總，要最粗的鐵棍，能把天上雷電引到地下的那種，還要讓那種絕緣的交付液，快了靈犀就沒命了。會議暫停，蘇毅，冷靜。你要的東西叫工業避雷輪設備，怎麼回事？靈犀在渡雷劫。調動江氏集團名下所有基建公司的任直升機，去最近的倉庫把最高規格的法萊廷套裝、全套防電 PP 服給我全空運過來，20分鐘內不到，全都給我捲鋪蓋走人。去和你們的天道碰一碰！娘子，撐住！夫君，你快走啊！這是天法。去他娘的天法！有種你就劈下來！娘子，這科學抗雷正好使。蘇生，不好了，天塌了！北方大旱，番邦马一傾巢而出，已經攻破了居庸關。他們聽說咱們徽州夫婦糧草堆如山如，騎兵正日夜兼程，直奔咱們這裡殺了。朝廷的援軍呢？朝廷那些怂包已經準備遷都逃跑的。縣尊大人莫慌，去把城裡的青壯年全都召集起來。成立護衛隊，沒有兵器我去弄，沒有盔甲我去借。既然他們不講理，那就別怪小生給他們上點異界的手段了。城裡的大糧狗聽着，交出所有的糧食和女人，本大王留你們全屍。蘇毅，護以救物費，清空陣法落點。收到。
過你們個世界的地理志，翻半片山脈，底下全是极品红宝石礦床。乡亲们，穿上异界的仙家法宝，今日小生带你们痛打落水狗！区3000人也敢迎戰，弓箭手放箭，骑兵衝鋒，舉盾。这是刀槍不入的天價！還沒完呢，空天大隊起飛！賠款就免了，你們那窮鄉僻嶺也沒糧食。不過，聽說你們聖山上有不少紅色的石頭。蘇毅，發財了！我們徹底發財了！江氏集團成為全球唯一的珠寶霸主。江總，這是你應得的。沒有你的裝備，大梁國早沒了。從今往後，天下太平，我也該去過的清靜日子了。夫君老了也好看。江女士，請問您富可敵國，為何終身未嫁？忙事業。你後悔嗎？不後悔。如果再選一次呢？還是一樣。我就知道。蘇毅，下輩子記得早點認識我。好。蘇毅，大梁名士，興學堂，修水利，通商路，濟天下。其妻靈心，狐仙也，另有知己江氏。這一生也算足夠浪漫了。